大舅哥找绿茶女友讨要被骗的几10万装修款，竟看到多日不见的女友坐在陌生男子的豪车上，他上前质问，却被绿茶女友的姘头打断，肋骨送进医院。当我得知情况后，直接叫了上百辆豪车上门，把富二代打进了医院。没想到富二代竟喊来他爸的手下，强行破门而入，将我们绑走，却不知我的身份，连他身家千万的老爸的老板都得对我敬重3分。你们俩没想到吧？这么快又见面了。看到这个人，唐明海就知道今天难以善良了。这事是我一个人的事情，跟其他人无关。你如果想报复，冲我来，别牵扯其他人。打我车，打我人的时候，可没见你说与他无关。怎么，现在怂了？叶枫看着屋里屋外的10来人，皱了皱眉头，因为这里看起来好像就盛宝平地位最高。若是想搞定这件事，必须得盛宝平他爹出来见面才行。你把我们俩绑来，没和家里说吗？关你屁事！我是怕你爸知道了会怪罪你做错事，不如请你爸出来见一面，说不定能让这件事变得简单点。听闻这话，盛宝平一脸讥笑的道：“想见我爸？求饶啊！我告诉你，现在想求饶也晚了。我爸来是来了，但他事情多，忙得很。等我把你们俩教训的差不多了，他再过来也不迟。说吧，你们想怎么死啊？”叶枫的心里一沉，看着周围10几人围过来，立刻道：“等一下，我手机里有个。”等你妈，给我打！只见10几人抄起棍棒，立刻冲了过来，赶快找地方护住自己。叶枫奋力前冲绊倒2人，然后一头冲进了人堆。唐明海看得惊骇不已，你要小心啊！叶枫像泥鳅一样在人群空隙中乱窜，如果他们乱跑，很容易误伤自己。妈的，有种别跑！叶枫根本不理会他们，他盯着盛宝平的位置，飞快冲了过去。盛宝平似乎察觉到他想做什么，吓得大叫：“抓住他！抓住他！”他不断的后退，直到后背撞在了物架上，磕得哎呦痛呼。其他人也明白了叶枫的想法，慌不迭地跑过来挡在盛宝平面前。叶枫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倒是聪明，罢了，错过了机会就很难再成功了。”另一边，唐明海已经被几人从桌子底下拖了出来进行殴打。唐明海被揍得惨叫出声，叶枫瞥了一眼，怒声道：“就算葛清泉来了，也不敢在我面前动手。你们再不住手，你继续吹，吹得越厉害，我们打得越狠。”盛宝平也发出了猖狂的笑声。不要信他，他就是想吓唬我们。真要认识葛清泉，他还会被这么轻松的抓来？给老子打，打死他们！与此同时，在最里面的房间里，盛天乐正坐在椅子上打电话。你那好像很吵的样子。盛天乐瞥了眼房门，然后笑着道：“孩子被野狗咬了一口，正打狗呢。看来葛总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，听力够灵敏的。”听到这话，葛清泉哈哈笑着道：“那是当然，跟着叶先生做事，自然要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才行。对了，你这次送来的沙子和水泥质量不错，价格也很公道，并没有因为市场上的普遍涨价违反合同，我很满意。”盛天乐得到了夸赞，也笑着道：“跟葛总合作，赚不赚钱都是次要的。如果葛总能帮忙引荐一下叶先生，让我见识见识这位传说级人物的风采，我再让人免费送一批都行。”葛清泉也笑了起来，待盛天乐和叶枫见一面，不算什么大事，能白得一批水泥黄沙，想必叶枫也很乐意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！葛总放心，只要能见叶先生一面，我全当请你们吃饭了。人家见股神一面要花2000万，我这才几个钱。行，那就这么说了，等你办完事来找我，我给你约叶先生见面。挂断电话后，盛天乐高兴极了，因为儿子被揍的坏心情，此刻也荡然无存。要是能攀上叶枫那条线，就离真正的大富大贵不远了。不说也让我赚个180亿，就算只有1/10%、1%，那也不亏啊。一旁的手下赶紧走过来恭维道：“恭喜老板，以后真的要飞黄腾达了。”屁话，难道我现在很穷吗？外面情况怎么样了？正打得热闹呢，估计快完事了。行，那出去看看吧，免得那个臭小子真下手太重，把人给打死了。2人这才走了出去。此时唐明海被揍得已经连痛呼声都喊不出来了，叶枫还算好一些，仍然有点还击的本能。然而双拳难敌4手，何况他的手还被捆起来了。他们俩都是，那边是唐明海，这边是他妹夫。妈的，这个兔崽子刚才还想冲过来搞我呢，真是个疯子！看着脸上沾血却依然凶猛异常的叶枫，盛天乐心里忽然有点莫名的慌乱。他很相信自己的直觉，便道：“先别打了，爸，他们把我揍成这样，可不能就这样算了啊！”盛天乐闻言瞪了他一眼：“哪这么多废话？打了半天还不够吗？真要把人打死啊！我刚才和葛总说好了，等会去和他一块见叶先生。葛总说过，叶先生是个很有原则的人，交朋友也很挑剔，这个节骨眼不能出什么差错，差不多就行了。”盛宝平虽然心里不爽，但也知道生意最重要。如果因为自己的个人恩怨错过和叶先生交朋友的机会，老爸能把他大卸8块。你不用找葛清泉了，我就在这。但你这种人也配和我交朋友？你妈的，做梦！叶枫现在怒得不行，他挨了不少下打，又疼又气。再听到盛天乐说要找葛清泉一块去见叶先生，他肺都要气炸了。就你们父子俩这种货色，葛清泉要真引荐，我能直接一巴掌抽过去。叶枫怒气冲冲的声音让盛天乐一怔，盛宝平则怒骂道：“给我把他嘴打烂！你以为你谁啊？”手下人下手更重了，都住手！爸，你给我闭嘴！此时盛天乐心里不好的预感更浓了。他直接走过去推开了这些人，叶枫这才得到了喘息的机会。此时的他狼狈的不行，但他还是倔强的抬起了头来。盛天乐这才看清楚叶枫的脸，顿时整个人如同被雷击一样。你是？从盛天乐的表情，叶枫知道对方已经认出他了，也代表着危机已经解除。叶枫突然就嘲讽的笑了起来，扔掉了手里染血的棍子。此时盛宝平眼里的轻视更明显了。怎么，现在知道要放弃抵抗了？晚了，老子今天……话没说完，盛天乐直接一巴掌抽了过去，清脆的巴掌声打得众人呆愣在那。盛宝平更是捂着脸。爸！盛天乐直接一脚狠狠踹在他肚子上，
旁边人连忙过来拉架。盛总，有话好好说，您这是要干嘛？盛天乐对着说话的人同样一巴掌，接着是人搭架踢。看到这架势，围殴唐明海的几人也连忙停手，他们互相看着，都不明白发生了什么。行了，不用在那里装腔作势了，给葛清泉打电话，让他过来。周围的人这才意识到叶枫刚刚说的都是真的，不禁怕得浑身颤抖了起来。此时盛天乐停下了打人的动作，他快步跑到叶枫面前，带着满脸的惊慌失措道：叶先生，对不起，实在对不起，我真的不知道是您。是不是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们光天化日就敢绑架、非法囚禁、殴打他人，这罪名可不小。盛天乐愁眉苦脸的道：叶先生，都是误会，我还以为打我儿子的事。哎呀，我知道都是我错了，不管是不是您，都不该让他这样做。这个混小子从小被宠坏了，做事无法无天的，我一定好好教训他。盛天乐这话是摆明了要把所有责任都推到儿子身上，毕竟儿子有好几个，老子却只有一个。叶枫听得明白，却没有多说，只道：把葛清泉喊来。